记住了，那个姓严的律师住1312房，给他点教训就行了，别他妈闹出人命来。放心吧，大哥，我知道轻重。快去快回，我就在这儿等你。事成之后，送你到香港去避避风头。 别说了，行了，行了，哎呀，别说了啊！高岩呐，我跟你住一屋啊，肯定是不习惯。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明天呢，我们再到四海的分公司去看看。行，那你早点休息啊，注意安全。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叫我。你就放心吧，没人呐敢对我下手。哎，太谨慎了吧？那行，我去睡去了啊。哎，注意安全啊。好嘞。 先生，那磁卡又不好使了吧？可不是，老犯这病啊。哈，哎，你找那个服务员问问呢。谢谢啊，再也不住这儿了，下次。小子怎么还不来？笨蛋！妈的！你小子他妈杀人成瘾了！ 跟你说注意点，注意点，别闹出人命来！你他妈下手不知道轻重啊！我就他妈打他一拳，谁知道他脑袋撞桌角上了？行了，你肯定人死了，死了，气儿也没了，摸脉也不跳了。妈的小子，太他妈没用了！这下倒好，别说他们拿钱了，回去又要挨大哥的骂。哎，这次雇主是谁呀？ 该你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少他妈废话。哎，行了，别看了，啊，咱明天还有事儿呢，早点睡吧。严律师那儿再去看看，要不你给他打一电话？他不会睡了吧？算了，别打了，啊。 我刚才看见他眼睛困得都快睁不开了都，睡觉。事后，周海东属下的这2个干警对当时的疏忽追悔不已。他们想，也许当时过去看一看，严星宇便不会遭此不幸。他们更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坚持和严星宇住到一个房间去。人们是在第2天早晨叫严星宇去吃早点时才发现，严星宇已经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哑巴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谁能告诉我，让我怎么去面对现在还躺在病床上的老书记？你们难道不清楚，他就这一个儿子吗？胡秘书来了。小雨说，严书记昨晚一夜没睡，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们问过他了，他说不是，也不知道他又在想什么心事了。韩市长让你去他那儿一趟，车子在门口等着呢。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派个车来干什么？嫂子，刚才市长说了，要送严书记去东湖疗养院住些日子。星宇不在家，你和小燕子照顾他也不太容易，也不方便。啊，接严书记的车一会儿也到。行，正好他自己也想出去透透气。快走吧。哎，车该等急了。好。哎，燕子，半个小时以后想着给爷爷吃药啊。哎，放心吧，嫂子，有我呢。谢谢你啊，胡秘书。作业难吗？难。小胡叔叔，你看这道题怎么做？这道啊，小胡叔叔，你怎么了？小胡叔叔，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就问了他一道题，他就哭了。王队长，到。你马上派2个人陪严星宇同志的妻子飞到滨海去，在处理严星宇同志后事的同时，协助滨海市警方一定要将凶手缉拿归案。是。周队长。到。一会儿你赶到四海集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乔大老板，打草惊惊蛇，问问他为什么有人一查马兴亮，马兴亮就死，严星宇一查他的客户，严星宇就被害，放在桌面上和他叫板，看他怎么应付，明白吗？明白。另外，刑警队从今天开始，要对乔一民实施全天候的监控。师长。首先，我在这表个态。这一次如果817案还破不了，我就引咎辞职。大家分头行动。
坐下，我有事跟你说。大家一个个的都阴沉沉的脸，是不是817案又遇到难题了？先坐，先坐。好。哎，坐。哎，好。我给你沏杯茶啊。还是我自己来吧。坐。哎呀，我来给您沏茶，有什么？茶叶。嗨。哎呀，我自己来沏，有什么事儿您我来说吧。我来。笨手笨脚的。算了，我不喝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坐下说吧。是不是星宇在外面出事儿了？他牺牲了。星宇是好样的。12分给我捉回来！苍天有眼，将古老的龙城笼罩在绵绵的乌云中。这座城市仿佛在为自己失去了严星宇这么一个好儿子而哭泣。市委代书记、市长韩远为此摔了杯子、动了怒是可以理解。市公安局长林兰在羞愤与恼怒之中，做出了向乔一鸣正面较量和对他全天候监控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周海东了解乔一鸣，了解他的沉稳与干练，更知道他的防守与反击。他不知道自己如果和乔一鸣正面开打，到底有几成胜算的把握。他再三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时机没有成熟之时，绝对不能向乔一鸣正面宣战。是，好，我这儿来人了，好就这样，你吃饱了？撑的你呀！你跟我这犯什么劲啊？说吧，谁又伤你自尊，跑我这儿撒气来了？严星宇，你知道吗？你废什么话呀？明知故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你知道吧？满世界查我乔一民，从咱们龙城都查到滨海去了。这事儿你也知道，也是明知故问的。
杀死了，你知道吗？怎么死的？你别给我演戏了，你这是明知故问！你跟我嚷什么呀？什么叫明知故问呢？你是不是怀疑我杀死的严星宇啊？我为什么要杀他？就因为他查我，我就杀他。那都是你的弱智逻辑。还公安大学的硕士生呢，狗屁，什么也不是。从现在开始，你再不要用这种教训的语气跟我说话。你曾经救过我的命，你就可以永远的教训我。你再不是我的老连长。你喊什么呀？坐下！说吧，怎么回事？给我倒杯水！我渴了。何秘书，送杯水。有酒吗？你还想要什么？乔总，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人在外面。让他们出去！我就是公安局的，让他们走。让他们进来。周队在这儿啊。出去！哎，周队，我们出去！你给我闭嘴！林局长吗？我是周海东。现在，我以一个党员和一个警察的身份，再向你敬一言。严星宇同志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但是绝对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怀疑一大片，网撒的太大会坏事儿的。我现在在乔一鸣办公室。他就在我旁边，我希望你能够命令刑警队的这2位干警回去。听见吗？你好，邻居，我是刑警队的小田儿。是。好。是。还有什么话吗？快走！乔总，既然周队在这儿为您做担保，我没什么问题了，咱们走了。没事，没事，再见。他今天情绪不好啊，慢走啊。啊。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戏演完了，演完了，和他正面开打了。开打了。你既然已经感觉到，我的决定是在冲动中做出的，为什么还要和他正面开打？你不是经常把敢于否定这4个字挂在嘴边上吗？为什么到了关键的时候不出来否定，还要和他去正面较量？我的周大队长，你知道吗？
我们走了一步臭棋。但是，我们的对手，并没有觉得我们这是步臭棋。有时候，最真实的感觉，往往能出奇制胜。但无虚发。你的感觉是不是太好了点儿？你是不是感觉我们的对手都是弱智啊？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对手太聪明了，所以我和他开打，正是最真实的冲动。我们歪打正着了。别绕弯子，说说怎么个歪打正着。林局，乔一鸣对我的冲动，还有我们把他锁定为疑犯，不但不奇怪，还表示理解。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也会在冲动之中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当时，我非常理解。警察也是人，你们邻居也是人，是人都有冲动的时候。严星宇是在查我乔一鸣的过程当中被杀的，我乔一鸣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这很正常。如果你们不怀疑我乔一鸣，反而就不正常了。但是我可以让你知道，这件事不是我干的。我问你，严星宇这件事都谁知道？严星宇被害一直封锁消息，没几个人知道。滨海大华公司的郑老板知道吗？如果是他派人干的，你说他知道不知道？我在问你，不是你问我。滨海的警方已经对他暗中布控，他知道不知道，我也不清楚。要以你们警方破案的思路来分析这件事儿。假如说我以朋友的身份给郑老板打个电话，利打还是弊打？但是前提就是你不知道星宇被害，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哎，郑老板，我是乔一鸣呐。是乔大哥，你可是难得给我打一次电话，有什么事儿吗？我问你啊，我们龙城是不是有个姓严的律师带几个人到你那儿添乱去了？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啊，他们可是冲你而来的。乔大哥，你怎么被人咬上了？咬我那都纯属是误会，你别为难他啊。我不为难人家，人家为难我了。他们要再查下去，虽然查不出你的什么问题，我可吃不住劲儿了。像我们这种搞进出口业务的公司，谁的屁股干净啊？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你放心，出不了人命。我只是雇几个人吓唬他们一下，目的嘛，把他们赶出滨海就行了。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吓唬他们呢？不出所料的话，他们昨天晚上就应该完成了。今天这帮人没来到我这儿查，估计已经给吓住了。我可提醒你啊，别捅出大娄子来啊！不会的，不会的，我专门交代了，不会弄出人命的。好自为之吧，再见，听见了没有？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混蛋王！还不快去通知滨海警方！得到消息以后，我马上和滨海的警方进行了通报。如果不出意外，姓郑的已经被拿下。还真是歪打正着了。是。乔一鸣说，如果不是我和他正面开打，他就不会提早知道星宇被害的消息，更不会给那个姓郑的打电话，在姓郑的知道星宇死之前，爆出他雇人下手的秘密。这个时间差打得不错。我们是不是还要谢谢他乔大老板？
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激动，说星宇的死与他有关，而且还大骂邵明哲，说都是因为他害了严家父子，还大骂把他怀疑成8·17凶犯的人，不是疯子就是蠢猪。他现在有理由这么骂，我们只装听不见。王队马上要到滨海了，走，回局里。老书记啊，您还记得那年春节我陪着您一块儿去看望咱们知道好。咱们离休的老干部的时候，您跟他们说那几句话吗？您说，为了咱们的党和国家，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安享晚年。所以我觉得，哎，我还是给您唱首山歌吧。啊，山呀嘛高来嘛后黑，水呀嘛长来嘛后黑。山高水长嘛，淅沥沥沥，擦啦啦啦，吼喽喽喽嘿，咱们一起往前走。坐，走。大可不必嘛，有什么话不好说，非得把我弄到这儿来。有些话就是不能好好说，必须把你带到这儿来说。说完了，还有另外的地方等着你去的。郑老板，先自报家门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你干嘛要这样？闭嘴！你回答我的问题。姓郑名峰，年龄40，江苏南京人，政治面貌、群众、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大学，现在是滨海市大华公司总经理。怎么？我们家的住址和老婆孩子的情况，你也想知道？怎么？警察也能打人？我不打你，我不想看你笑，我想看见光。我为什么要哭？哎，我堂堂正正的做人，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这不犯法。哎，我干嘛要哭啊？姓郑的，我问你，龙城来的律师叫严星宇，你认识吗？认识啊，认识怎么了？听说你要雇人教训教训他，是吗？那谈不上是教训，只是警告他一下，今后不要跟我姓郑的老过不去。他以后再也不会跟你过不去了，你如愿以偿了。我可声明啊，我对他可没怎么样，我只是派人转告他几句话，这不算犯法吧？他干嘛还到这儿来告我？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怕不会出人命吧？他死了，是你雇人把他杀害的。你听清我的话，是你雇人把他杀害了，你明白吗？他死了，他真的死了。他们把他杀了，这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不笑呢？笑啊！笑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没让他们杀他呀！我现在既不想看你笑，也不想看你哭，
我只想听你说，说你要为什么杀他？你雇的什么人？坐回去。这妈的，把我可害死了，我冤枉啊！说，我交代，我全部交代。怎么样？抓到了，凶手在香港落网。那明天星宇的追悼会，咱们就如期举行。好。我觉得不能再瞒他了，可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啊。韩市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先别给老书记讲？能瞒一天是一天吧。你总得让他见孩子最后一面吧，否则对他太不公平、太残忍了。所以，我们林局长想亲口告诉严书记。你们先下去吧。老书记。我有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老书记，您能原谅我吗？老书记，如果您能原谅我，就收我做女儿吧，我给您养老送终。我对不起您。我没保护好他，心宇，他牺牲了。严浩在失去儿子的重创之下，从轮椅上奇迹般地站了起来。龙城市的百姓们都知道，他们的老书记是不想坐着轮椅去和自己的儿子做最后的告别。第二天，严星宇的追悼会在龙城隆重举行。这是一个令古老的龙城在哭泣，并让每一个龙城人铭记在心的日子。龙城的百姓在电视上看着他们的好书记在韩远市长的搀扶下走到了自己儿子身边，看着这个无法言语的老人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最后一个长长的吻。老人吻别儿子时的微笑和满脸的泪，刺痛了每一个龙城人的心。
其实，咱们都应该去参加他的追悼会。都是那封匿名信惹的祸。你干什么去啊？不干你的事儿。你到底干什么去啊？别管我。 你满意了？你满意了吧？他是你害死的，是你害死的他。你满意了？你满意了？你满意了？你满意？你满意？你满意了？咱俩走着瞧，我跟你没完。跟我没完。 你以为你干的事情我不知道？817案就是你干的，你是杀人犯。赵雄就是被你杀死的。我还要举报你，我要举报你。你以为你是谁呀？ 乔一鸣昨天说好了，要来参加严星宇的追悼会，可他为什么没来呢？如果他心里有鬼，那他也应该露露面、演演戏、掩饰一下啊。难道是他心里有愧，还是他根本就不是817案的？ 你了解他，你分析分析。我现在谁也不想分析，更不想分析什么乔一鸣。你可不可以给我1分钟的时间，让我安静一会儿？你冷静够了吗？说吧，怎么了？你有过那种特别可怕的时候吗？啊？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形象，1秒钟都不曾从你的脑子当中消失。那种各种各样的形象，变形、扭曲、相互挤压，让你的眼睛一片模糊。你怀疑 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有过那样的时候吗？我知道，严星宇的突然去世，使你对自己有了深深的自责。怎么？你现在觉得自己
难以承受了。眼前一片茫然，身边都是陌生人，每走一步，都仿佛掉进了深深的陷阱当中。你以为已经看懂了人生，但是到头来，交往10几年最好的朋友，你根本就不懂，连自己都看不清楚。此时此刻，你不可能看清楚你自己，就好比一个摄影师手拿相机在寻找拍摄物的时候，他不可能把自己也放进取景器当中。那些捕捉到的，但是模糊的图像，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你静下心来，调整好焦距，是人是鬼，立刻就会分得很清楚。最后，只需要你轻轻按动一下快门。你觉得我说的对吗？你说的对，不过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啊，挺像个摄影大师的。大师谈不上，不过呢，能听我讲课的人，应该算是高手。只是不知道他在手握相机的时候，会不会发抖？谁发抖了？我刚才就是情绪有一点不好。那你现在告诉我，韩市长在追悼会一结束就让我和邻居过去，什么意思？虽然你不爱听，但是还是要说乔一鸣。说乔一鸣什么？要么让你们改变办案方向，要么加大侦破力度。这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新鲜的？喂。好。知道乔一鸣去哪儿了吗？肯定找邵明哲打架去了。你怎么猜出来的？我说我看不清，你以为我真看不清啊？虽然我100个不愿意，但是我还是要把你送到乔一鸣那儿去。走。乔一鸣这个时候呢，特别需要人安慰，这是你最好的机会，而且在见到他之前，必须想好用什么方法安慰。想好了吗？怎么回事？等你半天才到。我送地雷到目标那儿去了，目标和人打起来了。和邵明哲？对。好，乔一鸣终于沉不住气了。我们现在不怕他打，就怕他不打。好事，走。听说你跟姓邵的打架了，打
得好，像个男人。我还听说你跟他说跟他没完，还要跟他走着瞧，对吗？你还听说什么？我还听说，这楼顶的茶座是你乔大老板的独处之所，一般人是上不来的。你既然知道，怎么还来烦我？因为我不是一般人呢。真是一个好地方啊，适合谈情说爱。没人和你谈情说爱。我又没说是现在要跟你谈情说爱。那你干嘛还不走？我姐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完成呢，我怎么能走呢？你姐教你什么任务？让我来安慰你，但是我还要为你喝彩。荒唐！第一，我不需要你的安慰；第二，我无才可喝。嘿嘿嘿！我这把椅子没有第二个人敢躺。起来。你现在心里一定特自豪吧？自豪什么？面对这么大一个龙城，你一定在想，也就是我乔一鸣敢打他赫赫有名的邵大行长。哼，不是我敢打他，是整个龙城人都想打他。一封信害了多少人呢？这种人就该杀。好，说得好，是他这条疯狗犯了众怒。你过去还口口声声说已经原谅他了，我当然就想你这人可真没原则，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原谅呢？所以，我今天听说你动手打了他，我心里实在是太高兴了。你不光是替我，而且替整个龙城人都出了一口恶气。要是龙城人知道他干的那些恶事儿，我想，就算是你不动手打他，他也会被800万龙城人一人一口唾沫给淹死的。多么干净的龙城啊，怎么蹦出这么个脏人？他诬陷我，我倒能原谅他。可是严家父子2个好人都被他害了，太可恶了。乔哥，你下一步准备怎么收拾他呀？看来他在龙城待不了了，让他滚出去。没错，让他滚出龙城。这沙明哲写匿名信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吧？对，1个月07天。1个月07天，啊！先是我们老书记倒下了，马兴亮自杀，星宇被人暗算，可我们呢，一无所获。哎，这个付出跟收获是不是太不成比例了？10年前，我作为主管政法口的书记，担任了817专案组的组长，带你们打了一个大败仗。可是1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专案组组长，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就已经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817案子就是破了，凶手也抓到了，这个仗赢得也不光彩。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案子不破，那就不只是光不光彩的问题，那就是一个面对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活着的人，和如何去面对那些为这个案子牺牲了的人的问题。哎呀，所以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又不敢问，看来还是得问呐。韩市长，817案不破是我作为警察一生的耻辱。如果要我表态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和这个混蛋较量到最后一刻。乔一民是锁定了，证据呢？啊？反而他在我们破星宇被杀的案子当中立了头功。你来告诉我，到底是乔一民隐藏的太深，还是我们把目标锁定错了？啊？哎，你们不用怀疑我这个专案组组长的心态是不是不稳，或者是信念动摇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么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反复复的来回几个肯定啊、否定啊。为什么？我告诉你，那就是因为我们输不起了。坐下。是。林兰，林兰，从你进了我这个门就一言不发，我拜托你说两句行不行啊？好，市长，您说的对，您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深信不疑，我们锁定乔一民为817案的重大嫌疑犯是没有错的。看来你挺有把握是吧？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拿到他的证据？什么时候能抓住他的把柄？韩市长，我记得您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们现在需要跟对方斗的是智商，比的是耐力。如果谁沉不住气，乱了脚步，乱了方寸，那是必败无疑呀。所以，市长，恐怕这件事急不得。如果对方不出手怎么办？他一辈子不出手，817是不是一辈子破不了啊？他不出手，会有人逼着他出手。谁？邵明哲。邵明哲？他怎么逼他出手？市长，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因为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说出来听听。很简单，就以邵明哲诬告乔一鸣，并引发了2条人命和击倒老书记的恶果为由，撤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把邵明哲逼上绝路。您试想，他还能沉得住气吗？坐下说。韩市长，根据法律，我们对邵明哲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根据刑法，虽然邵明哲当时写这封举报信是出于报复和嫉妒心理，但是他其中列举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定他的罪。如果用民法，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需要乔一鸣出面。只有乔一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啊，那么邵明哲的罪名才能够成立。显然这一点我们更难做到，只有通过行政手段，让这个邵明哲因为这封举报信遭殃。这个时候他肯定会跳出来证明自己不是诬告。他怎么证明自己不是诬告？这个很简单，这个时候他非常被动，他只有老老实实的交出来所掌握的乔一鸣犯罪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不是诬告。如果他不是诬告，那他就没有犯诬告罪，反而举报有功。到底是想立功，还是因诬告而身败名裂？我想他不会不做出明智的选择的。
这个办法看起来是麻烦了一点，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师长，双开一个副行长不是我这个公安局长能力所为的。您如果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您是不是出面？我告诉你，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还得走组织程序。但是我答应你，我想办法。好，那么我们就静候佳音了。817啊，817，你到底还要折腾我们龙城多久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现在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他因为跟你过不去，所以写你明信举报了你，你还打了他，还说不会放过他。你现在要找黑道上的人警告他、吓唬他，那他知道肯定是你干的。到那会儿啊，你不但没把他怎么着，反而被他反咬一口，硬搭上一个你跟黑道上来往的罪名。你说你恶心不恶心啊？这招不行啊，绝对行不通。那我没招了，你给出个阴招吧。我可没有阴招，我只有阳招。那你就说说你的阳招。那你说，邵明哲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你说的不会是楚梦吧？对，我说的就是他。楚梦现在最怕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梦梦家园开盘之后卖不出去。如果楚梦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你报复邵明哲而起，那他还能在龙城的商界里混下去吗？我想，就凭你乔大老板的实力，要想收拾谁，对你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到了那个时候，他邵明哲和楚梦，要么是反目为仇分了手，要么就远走高飞，躲到别的地儿去混日子去了。你这招还不够阴吗？商界的竞争可是无可非议的，你可是在名正言顺地打压他梦梦家园呢。乔一民不得不承认，敏捷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而敏捷的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眼看着乔一民和邵明哲不计前嫌的和平共处。记得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你说的对，对恶狼就不能给半点的仁慈，还要痛他。今天呢，你什么主意也没给我出，我呢也什么也没听见。我是个商人，在商言商嘛，生意场上都是合理竞争，我怎么能干出不善之事呢？就好比杀人犯在杀人的时候，总会给自己找出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说，我爱你，但你不爱我，我就杀了你。但是我给我自己说，我不是故意的。记住啊，这不是报复，是竞争。聪明，你太聪明了。喂，我是乔一民。哦，我马上来。好。知道谁来我办公室了吗？哎，林觉，你觉得我们这次的把握有多大？说实话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让他俩叫起板来，毕竟是次机会，对吧？我在想，这个邵明哲掌握着证据，迟迟不肯出手，那他心里一定有鬼。乔一鸣迟迟不向邵明哲采取报复手段，他心里的鬼更大。好在他现在沉不住气了，终于和邵明哲开打了。嗯，嗯，嗯嗯，嗯嗯。
地雷来电。他怎么说？你说奇怪吧？邵明哲居然亲自拜访乔一鸣去了。不会吧？他们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他们俩真的联起手来，那我们麻烦可就大了。你打我是对的，我确实该打，我打你是不对的。一切祸端都是起源于那封不理智的那个该死的举报信。我不光是冤枉你，还害了严书记，还害了他的儿子。你别说你恨我，我现在自己都恨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弥补我犯下的这个大错。你尽可以惩罚我，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自作自受，认为自己犯下的大错，受任何惩罚。说完了？对。哎，我今天是硬着头皮来见你的，目的就是一个，向你认错，求得你再一次的谅解。是不瞒你说，你今天来找我的时候，我刚关了电视机。我是不忍心再看严星宇追悼会的录像，我流泪了。我骂我自己，居然害了这么好的一个人。你相信，这种自责将会陪伴我走过余生。你骂我是对的，我确实是个大混蛋。老邵啊，你知道不知道？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人呐，这人这辈子千万别做下什么错事，有些错事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对，今天呢，我到你那儿去打你，这也是我一时的不冷静。后来我也反省了一下，你说你怎么不举报别人，偏偏举报我呢？肯定有我自身的原因，要不就是我哪点得罪你了，要不就是我做下了什么错事，让你把我和817案扯到了一起。老邵啊，我们忘掉不愉快，我们两个人还像过去做朋友一样，推心置腹的说说心里话。你说你到底发现，哪怕是感觉或者是怀疑我乔一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其实说起来，说不出口。你不会还说是为了敏娟吧？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之间，不瞒你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以为，你跟他，跟敏娟，所以我才写了这封信，想出你的洋相，看你的笑话。结果你都知道了，你们俩没那么回事情，只能说我是个小人。老邵，你在撒谎，你没说实话，你肯定不是为了我跟敏娟，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没有，老邵真的就多心了。其实你也明白，有时候男人为了女人对她的不忠是什么离奇的事情都能够干出来的，真的，老乔，我真的没什么别的事瞒着你的。你瞒了我也不怕，因为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害了我一次，
总不能再害我第2次吧？这是不可能的，再也不可能的。好，和平共处，以诚相待。好，老乔，那我们就忘记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真是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啊！好。我以为你们俩会再打起来，哼，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和好了。我是来向老乔认错的，还是老乔大度。要是他不容我的话，我在这龙城也就没法待了。小齐，眼力不错啊。哎，别当东郭先生啊！哎，老邵，他说你是恶狼啊。我告诉你，就算他能原谅你，可是我不能。我可不想让我未来的老公与狼共舞。出去！我可不是色狼。出去！什么老公的，胡说什么呀？谁是你老公啊？你就是我老公啊！哎，别胡闹啊！你才胡闹呢！我怎么胡闹了？你认贼作友。我认他做朋友了吗？刚才手握得那么紧，就差拥抱了，让人看着就觉得恶心。小姐，武林高手在动手之前，永远是不露声色，笑脸相迎，这会让对手防不胜防。我可没这么说。我可什么都没听见。